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离婚2年后，回头再看赵丽颖和冯绍峰2人境遇，夫妻差距一目了然。我是个怕老婆的男人。当初冯绍峰还带着赵丽颖到处撒糖时，他是这么说的。然而虽说赵丽颖如今成长成了大女主的模样，但是纵观她婚前的种种行为，她大多数时候还是个柔柔弱弱的小姑娘。那么为什么冯绍峰会说出这样的话呢？难道是感情好的开玩笑？2021年，赵丽颖离婚的消息刚一传出，网友们就炸开了锅。面对网友们急切的想要知晓原因的状态，双方工作室仅发了一条简单的声明：工作忙，聚少离多，感情淡化。然而冯绍峰发出的动态中却表示，自己对这个消息也感到很震惊，因为就在他们离婚几个月之前，冯绍峰还曾约自己过段时间去给赵丽颖做造型。可是造型还没来得及做，却等来了2个人离婚的消息。这话一出，源源不断的猜测从网友们的脑海中冒了出来。有人觉得这场婚姻或许本就是一场交易，赵丽颖只是为了找个人生孩子。然而通过分析赵丽颖早期接受采访时的态度来看，她其实是很希望自己有一个温暖的家庭的。很长一段时间，她不断对媒体说，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30岁之前结婚。而且2人在婚后的互动中也表现得很恩爱，冯绍峰会为了给赵丽颖庆生喝倒土，也会给对方准备惊喜。赵丽颖更是亲切地称呼冯绍峰为叔儿，也曾高兴地向大家分享2人布置的新家。也有人说是因为冯绍峰的滥情让赵丽颖心碎，但是这个结论似乎并不是那么成立。纵观冯绍峰的感情史，他几乎是每拍一部戏就会有一段新的恋情，可是从杨幂到倪妮到云等人，每一任他分手都分得干干脆脆，从不拖泥带水。那么2人的婚姻究竟为何破碎呢？这或许还要从2人的家世和成长经历说起。冯绍峰的身世网上并不能查到很详细的资料，对于他的家庭，网友们也有诸多猜测。有人说他的父亲在国企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，也有人说他父亲是称霸一方的纺织大王，甚至还有传闻说所谓的纺织大王是他的继父。但是无论哪一种说法，都在透露一个消息：冯绍峰很有钱。当然这些猜测都不是空穴来风，在冯绍峰很多的采访中就能够窥见他的家境。据他所说，自己的妈妈很热爱文艺，所以从小耳闻目染的他不仅常常去看话剧，而且还学习了小提琴和表演，甚至在4岁的时候就曾拿到了演讲比赛的1等奖。这些所有的爱好也好，比赛也好，确实不是一个普通家庭能够负担得起的。在他的一次访谈中，说到自己上大学的时候家里换了1栋小房子，而他口中的小房子居然足足有120平米之大。在那个年代能够在上海买1栋这么大的房子，非富即贵。这句话当然也昭示着他后来的生活更加富裕。如果100多平的房子还不算大，那么他长大后估计住在别墅的情况比较多。对于儿子，冯绍峰的妈妈对他的评价则是美、有才华，最后一个至关重要，那就是乖。在那样的家庭中长大，冯绍峰的娱乐圈之路走得异常顺利。由于小时候就经常接触各种文艺方面的事物，中学又是在上海的重点学校上的，所以他根本没有参加考试的录取考试，直接就因为优异的成绩被学校保送了。不过在妈妈严苛的家教下，冯绍峰一直到大学毕业都显得比较孤僻，当然这在妈妈眼里是种很乖的表现。那时候的他别说是早恋了，就连身边的同性同学他也不常来往，总是上完课就回家了。如果说年少时最叛逆的事情，
恐怕就是爱好骑摩托车罢了。但是这个爱好最终被他的妈妈掐死在摇篮里。在妈妈的安排下，冯绍峰亦步亦趋地走过妈妈早就安排好的每一个脚印。进入娱乐圈后，他依旧和上学时一样勤奋。大学期间，他是班上唯一一个每次都拿奖学金的孩子。进入娱乐圈后，他努力的方式就是一步又一步的接戏。冯绍峰虽说从小生活优渥，但是他却没有纨绔子弟的那些不好的爱好。相反，如果说他是个少爷，倒不如说他像个大家闺秀，就连容貌都是那么儒雅。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性格，她在娱乐圈成了大家口中的女神收割机。无论是杨幂、倪妮、郭碧婷等人，无一不是坚韧的大女主形象。有人说冯绍峰滥情，但是他这么多段感情中却没有留下一丝黑点。有人曾分析过，他这样的性格大概就是大家常说的差不多先生。他面对女孩子们的主动，或者是自己的心动，都是那么坦然。而成长经历中的底气，也让他每次分手都能够那么坦荡和不狼狈。所以他的每一任都无法挑出他的毛病，因为在那些感情里，他确实是真心爱护那些女孩的。有人说，冯绍峰结婚后的形象似乎有些怕老婆，但对于他而言，倒也不是真的怕，只是一种爱护对方的方式罢了。所以能够让他变成怕老婆的不是赵丽颖，任何一个女孩都会得到这样独特的宠爱。因为当初他和杨幂有情之时，每天也都是一副小男人的样子，时不时就在微博发一点伤感文字，一副很害怕对方离开的样子。后来和倪妮在一起，他也很坦荡地公布了消息，给了倪妮惊喜，也给了他前所未有的安全感。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，冯绍峰相比于圈内的其他男星，他算是一个比较好的结婚对象。不仅家世优渥，而且心思细腻，大家对他的评价也大多是儒雅等词。可是这样一个男人也未必适合所有女人，所以当一路杀出重围的赵丽颖和他在一起后，两人刚开始一定是充满甜蜜的。多年的打拼一定让赵丽颖很快在那个男人的嘘寒问暖中沦陷。然而时间一长，这样的状态对于一个事业型的女人来说，似乎就有些困扰了。杨幂曾经评价过冯绍峰，说他是个很会撒娇的男孩子，很多想法都像孩子一样天真。而冯绍峰优柔寡断的性格更是圈内人尽皆知。曾经在一次参加跑男的录制时，郑恺调侃他阴柔，他也仅仅是腼腆一笑，没有多说什么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文艺男。他曾出版一本讲述自己出道以来心理路程的书《锋芒》。可是不知道他自己知不知道，他这一生似乎最缺少的就是锋芒。他的角色也大多数是偶像派小生，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他似乎也挣扎过想要转型，所以他选择了很多大银幕剧本。可是无论是在黄金时代还是后会无期，冯绍峰的演技塑造的角色都没能在大家心中掀起什么涟漪。狼图腾中的表演更是让无数人对他骂声一片，当时有窦骁给他作配，还是法国名导让雅克·安诺亲自指导。然而最终这部电影的豆瓣评分只有 6.9 分，之所以分数如此低，冯绍峰功不可没。甚至有观众调侃道，与狼共舞的冯绍峰好像连狼的演技都不如。本应该是充满血性，在广袤的草原上和狼厮杀的阳刚男人，但是除了他脸上那2抹高原红，丝毫没有让大家感受到他身处危机四伏的草原。如果不仔细看剧情，或许还以为是一个正在和狼狗玩闹的大男孩呢。不过相比于冯绍峰的阴柔，早期的赵丽颖也并不是多么强势的女人，相反她一开始便是处于很被动的状态。当初在参加《偶像来了》的时候，有个需要穿晚礼服的场合，有些不自信的赵丽颖在看到谢娜之后说道：“谢谢你陪我，
因为我觉得我穿的不好看，你和我穿的差不多。随后他一转头又看到了没穿礼服的宁静，便开口道：宁静姐，你没穿礼服啊？就是因为这段视频，所以赵丽颖喜提网友们颁发的赵小刀称号。当时的她似乎情商还有待提高，所以根本不是一个能够撑得住大场面的大女主。而这一切还要和她的成长经历有关，从底层一路往上爬的她，一路上充满了自卑，总是害怕自己不够好，每个繁华的场合都能看出她的窘迫。就连在金星秀上，为了缓解她的紧张，金星还不断想办法安抚她，一会儿给好吃的，一会儿递靠枕。在各种综艺和采访中，她也常常用自己哈哈呵呵的笑来缓解尴尬。很长一段时间，她都是不那么被大家放在心里的艺人。她唯唯诺诺的状态下，不少网友也被她感染的，觉得她方方面面都不太行。嘴笨的她常常因为说错话而引起场面的尴尬，但是这样的她却很容易引起男孩子的保护欲。当初她和陈晓的绯闻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，陈晓也曾表示过对她很有好感，但是赵丽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却表示自己工作很忙，顾虑太多，不会考虑恋爱的事情。说这些话的时候，大家能够明显感受到她的不知所措和对自己的不自信。但是随着她的努力，她慢慢在艺人当中站稳了脚跟，甚至已经成为了十分拔尖的存在。这时她遇到了温文尔雅的冯绍峰，所以她沦陷了。可是已经习惯在事业上冲锋的她，在感受了一段时间平淡的安逸生活后，又觉得这或许不是自己想要的了。虽说不知道两人究竟为什么离婚，但是从赵丽颖如今风光无限的状态来看，她俨然成了一个需要事业支撑的大女主。但是对于冯绍峰而言，他的事业心并不是那么强烈，所以离婚后大家很少能听到他的消息。致命愿望里，冯绍峰饰演了一个不需要什么演技的颓废记者，四海里他也仅仅是客串了一下。去年热播的新居，作为双男主之一的他几乎没有任何话题，唯一被大家捕捉到的点就是他似乎很疲惫。而赵丽颖在同期谈到工作计划时，双眼放光地说，看了哪吒后彻底激起了自己的工作斗志。明显两人不是一路人，有自己思想，不会围着男人转。这句话早在赵丽颖拍摄《陆贞传奇》的时候就已经说出口。而冯绍峰在乎的却是，我不知道他是因为想结婚才跟我结婚，还是因为爱我才跟我结婚。所以即便是同样两个优秀的人结合，也未必就能获得幸福。相比于一时的沉沦，找到一生的知己，找到那个和自己同频共振的人，才能获得最长久的幸福。